说起王一博，很多人第一反应往往是全能2个字。说实话，在如今这个更新换代快得像按了加速键的娱乐圈里，能稳稳站在聚光灯下还不靠滤镜和人设硬撑的艺人真的不多。而他偏偏就是那种你随便拎出一个领域，他都能交出及格线以上答卷的人。跳舞、唱歌、演戏、主持，甚至跨界到极限运动和街头文化，他好像天生就带着一种什么都能试，试了还能做好的底气。更难得的是，他的穿搭从来不是盲目跟风，而是把时尚当成自我表达的工具。每次亮相，你都能从那身行头里读出他的性格，干净、利落，带点不羁，但又不失分寸。我总觉得，真正的好品味从来不是堆砌名牌，而是知道什么适合自己，并且敢把它穿出自己的味道。王一博在这方面确实把人穿衣而不是衣穿人的逻辑玩明白了，这种清醒在当下的娱乐圈里反而成了一种稀缺的审美自觉。外形优势这事儿，在演艺圈从来不是加分项里的可有可无，而是实打实的敲门砖。王一博的身高、比例，还有那种自带的清冷气质，站在人群里确实很难被忽略。但细看你会发现，他的好看不是那种千篇一律的精致，而是带着点棱角和故事感。镜头一达过去，肩颈线、下颌线，甚至走路时的步态，都透着一种长期自律打磨出来的松弛感。很多人夸他骨相优越，其实骨相再好，也抵不过日复一日的体态管理和表情控制。你看他在舞台上的定格，或者剧里的一个侧影，那种不刻意讨好镜头的从容，恰恰是最抓人的地方。我有时候会想，所谓的氛围感到底是怎么来的？或许就是当一个人足够了解自己，不再急着向外证明什么的时候，那种由内而外散发的磁场，反而比任何精修图都更有说服力。王一博的镜头感，从来不是练出来的标准答案，而是岁月和自律熬出来的自然流露。说到演技，王一博走过的路其实挺能说明问题。从早期被贴上偶像标签，到后来一部部作品里慢慢磨出角色质感，他的进步不是靠营销吹出来的，而是实打实的在片场里熬出来的。你能看出来，他挑剧本的眼光越来越稳，不再只追求流量曝光，而是更愿意沉浸那些有厚度、有挑战的角色里。拍戏对他来说，好像成了一种去伪存真的过程。每次看他的访谈，提到角色塑造，他很少用华丽的词藻，反而会说，我试着去感受他当时的处境，我不觉得自己在演，我只是在过他的生活。这种朴素的理解，恰恰是演员最珍贵的底色。我个人挺佩服这种不急于求成的节奏。在这个连台词都能靠配音救场的时代，愿意一遍遍抠细节、对走位、磨情绪的演员，其实是在用时间换信任。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，你糊弄还是真诚，镜头不会骗人，而王一博选的，永远是最笨也最稳的那条路。舞台上的王一博又是另一种状态，音乐和舞蹈对他来说，更像是一种本能的语言。你看他跳舞，发力点干净利落，卡点精准到真，但最打动人的不是技术多炫，而是他能把情绪塞进每一个动作里。快歌能炸场，慢歌能走心，切换起来毫不费力。有时候我会好奇，一个人怎么能同时保持爆发力和控制力？后来才明白，这背后是10几年如一日的肌肉记忆和心理建设。他很少在台上说我很累或者今天状态不好，而是把每一次登台都当成唯一的机会去对待。这种职业态度，说实话，挺让人敬畏的。现在的观众越来越懂行，光靠颜值和滤镜已经骗不了人，真正能让人反复回看舞台的，永远是那种我把命都压在这几分钟里的专注。王一博的舞台从来不是表演，更像是一场交付。你看他流汗的样子，就知道有些热爱，是装不出来的。很多人可能没注意到，王一博的主持和综艺感其实被严重低估了。他不是那种靠抢话、造梗撑场面的类型，反而更像一块吸音棉，能稳稳接住各种突发状况，还能用一句不多不少的话把节奏拉回来。你看他在节目里的反应，不抢风头，但绝不冷场，不刻意搞笑，但总能精准踩中笑点或泪点。这种分寸感真的不是一般人能练出来的。我总觉得，好的主持人或综艺嘉宾不是要成为焦点，而是要让节目顺畅地流动起来。他懂什么时候该退，什么时候该进，这种情商和控场能力，其实比单纯会说话难得多了。现在回头看，他能在那么多不同类型的节目里都保持高水准输出，靠的不是天赋异禀，而是对专业2字的敬畏。你把话筒交给他，他就能给你一份体面；你把流程交给他，他就能还你一份稳妥。这种踏实，在浮躁的娱乐圈里，反而成了最难得的软实力。说实话，王一博最让人服气的，不是他有多耀眼，而是他有多耐造。
行程排得满到连轴转，他很少抱怨，临时改通告，加练到凌晨，他照样第二天准时出现在镜头前，状态不打折。业内合作过的人提到他，最常见的词是省心、靠谱。这两个词听着普通，但在高压的影视和舞台行业里，简直是最高评价。我有时候会想，为什么有些人能一直走，有些人却很快掉队？差距可能就在这些看不见的日常里。他不是没有疲惫的时候，只是他习惯把情绪收好，把责任扛稳。这种自律不是表演给人看的，而是对自己职业底线的坚守。在这个人人都想走捷径的时代，他偏偏选了最笨的那条路，一步一个脚印，不投机，不取巧，用作品和时间说话。我挺认同这种价值观的，毕竟流量会退潮，人设会崩塌，但刻在骨子里的专业素养永远是你最硬的底牌。再聊聊他的穿搭。很多人以为明星的时尚就是品牌方色什么穿什么，但王一博的搭配明显带着强烈的个人印记。他不追求浮夸的视觉冲击，反而偏爱简洁的剪裁，利落的线条，偶尔用一点金属配饰或撞色细节点睛，整体干净却不单调。你看他私服和公开活动的造型，很少出现用力过猛的情况，反而有种我就这样，爱看不看的从容。其实穿搭这东西，说到底是对自我认知的投射。他敢穿基础款出门，是因为他知道自己的气质撑得住；他敢尝试先锋设计，是因为他不惧怕被讨论。我越来越觉得，真正的时尚从来不是追逐潮流，而是让衣服服务于人。王一博的衣品之所以被认可，不是因为他穿了什么贵价单品，而是他把每一件衣服都穿出了王一博的标签。这种不迎合、不妥协的态度，反而让他成了很多年轻人模仿的对象。毕竟，谁不想穿得像自己，而不是像别人呢？他的穿搭哲学其实就是他为人处事的缩影，少说话，多做事，不喧哗。自有生把王一博放在95后这个群体里看，他的意义其实早就超出了娱乐范畴。他不是那种被资本包装出来的完美偶像，而是带着点野生感，靠实力一步步趟出来的代表。这一代年轻人讨厌被定义，反感说教，更看重真实和执行力。王一博恰好踩中了这个脉搏，他不立人设，不卖惨，不炒 CP， 就是默默做事，用结果回应质疑。你看他的粉丝群体，早就不是盲目打头的狂热粉，而是更理性、更注重自我成长的一群人。这种双向奔赴的偶像关系其实挺健康的。我常想，一个时代的青年偶像应该长什么样？或许不需要完美无缺，但一定要足够真诚；不需要无所不能，但一定要足够专注。王一博的存在，某种程度上给了很多年轻人一种参照。你可以有棱角，可以不随波逐流，但只要你足够努力，时间自然会给你答案。这种正向的示范效应，比任何口号都更有力量，也更容易在现实里落地生根。回过头来看，王一博之所以能持续吸引目光，从来不是靠某一项单维度的突出，而是那种全方位在线的稳定感。外形是天赋，但气质是修养；才华是起点，但态度决定能走多远。他的穿搭，他的舞台，他的镜头表现，甚至他沉默时的状态，都在传递同一个信息：我知道我要什么，我也愿意为此付出代价。在这个人人都想一夜爆红的时代，他偏偏选了慢火细炖的方式。我挺欣赏这种清醒的。毕竟，娱乐圈的掌声来得快，去得也快，能让人记住的，永远是那些把热爱熬成习惯，把专业刻进骨子里的人。王一博的故事还没写完，但已经足够让我们相信，真正的实力从来不需要喧哗，真正的风格也从来不需要解释。时间会筛掉浮躁，留下真正值得被记住的名字。而他显然正在成为其中一个，并且走得很稳，很从容。